剑来究竟讲了一个什么故事？一直在 C 的大师兄崔禅和郑居中追求的目标又是什么？要说剑来最迷人的，不是主角开挂升级，而是那些谋略和布局。例如崔禅、郑居中等人，他们才是镜头后的导演编辑，而陈平安更像是聚光灯下由崔禅布置的棋盘上角力的将帅。崔禅等人追求的目标，其实最早就有了伏笔。大师兄所在的大黎王朝，是唯一一个能够以山下人管束所有山上事的地方。他们追求的就是在人间实现人对于神和仙的束缚和管理，相信人心虽有缺点，但终会越来越好。包括邹子，不能说邹子坏，邹子针对陈平安就一定是反派吗？并不是，他针对陈平安，也是不想看到人间有一个不受任何束缚的15境剑修存在。他们早就看透了，当个人力量能一拳打爆行星时，什么法律道德都是笑话。修仙界缺的不是神仙，其实是治安管理处罚法，而周密追求的则是神对于人的绝对支配，不相信人有理性、有能力做出正确的决定，觉得人太蠢，必须被管。修仙者都是熊孩子，更是需要严加看管。虽然周密站在了陈平安的对立面，但我也不觉得他是反派，只是说每个人的理念不同。要知道，当初周密也曾为了浩然天下，向文庙进献了太平12策，只是想法太过激进，没有被文庙采取。周密当初的太平12策，其核心就是要为中土文庙收权，要让读书人获得更大的自由，为万世开太平。我看周密其实更多的像是在看一个绝望的教导主任，而这个绝望的教导主任以最后的3成神性掀了修仙界的桌子，他要让整个世界重新练好。天庭作为旧神道体系的象征随之消亡，这波操作相当于把神仙执照全注销了，末法时代将会降临。周密掀桌子的行为，本质上是把力量重置按钮交给了凡人，因此在陈平安和周密对撞之后顺势完结，也的确符合设定。还有一方面，我估计是前期草蛇灰线的伏笔在后期因太过庞杂失控，所以总管要把周密这条主线完结，然后去番外以更自由的结构补齐剧情。诸位道友，你们觉得呢？